不援助武器都不行。西方开始施压中国，禁止售俄军民两用装备，这完全是异想天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对俄罗斯是否提供武器的问题上一直坚守底线，也就是不做出实际承诺，但又不在事实上提供武器。不做出承诺，是因为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出口武器是正当权利，而不实际出口呢，那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正是因为中国未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西方在面对乌克兰战争的前景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然而，最近出现的情况证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夸张，已经明确提出，中国不能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设备，而且提出这个诉求的还是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首席外交顾问博纳在巴黎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可以用作军事装备的物品，这些物品也可以用在俄乌战争。法国官员告诉 CNN， 博纳指的军事装备是军民两用技术和非致命性援助，比如头盔和防弹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表示，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军民两用设备可能被用于杀害乌克兰人或对战场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事务上，往往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影响力也就越大。中国因为拥有庞大的武器和军民两用物资产能，就算不向俄罗斯出口武器，仅仅是军民两用物资的正常贸易，的确就能给俄罗斯军队带来较大的帮助。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法国要求中国停止对俄提供军民两用物资，这件事儿说明了什么呢？首先，要证明军民两用装备具备影响战争进程的能力，比如商用无人机、头盔、防弹衣、防暴警车、轻型武器等等。就乌克兰战场的情况而言，防弹衣和商用无人机是影响长期消耗战胜负的一个重要变量，前者关系着士兵的伤亡率，后者则关系着接触线两边俄乌军队的态势感知能力。第二，西方似乎忘了中国拥有对俄罗斯出口武器的权利。中国不对俄罗斯出口武器，这并不是中国要遵守西方下达的命令，而是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劝和促谈政策的结果，保持中立立场，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没有对俄罗斯出口武器的权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任何主权国家都有这个权利。现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主要还是不认同这场战争的性质。第三，中国必须捍卫自己对俄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的权利，而且要确保对俄对乌双方的公平。在西方指责中国向俄罗斯军队提供防弹衣等装备的情况下，他们忘了乌克兰军队同样会大量的使用中国的防弹衣、头盔，特别是商用无人机。另外，俄罗斯仍然在使用西方的民用芯片制造武器，到现在仍然无法被禁止，这充分证明军民两用产品被用于乌克兰战场是很难被阻止的。中国向俄乌双方出口军民两用装备，从道义上讲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对俄乌双方来讲都是公平的。美国之所以不指责俄罗斯军队使用中国的商用无人机，无非就是因为乌克兰军队使用的更多，而且用得更好。总体而言，随着乌克兰军队反攻的失败，包括美国、法国等国一定会在涉及军民两用技术的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进而打击俄罗斯军队的战争潜力。但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因为向任何国家出口军民两用技术和相关的产品是我们的权利，而且我们对待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完全一样的。